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风吹半夏，那个从未说出的秘密，改变许半夏结局。风吹半夏是由赵丽颖、欧豪、李光洁、刘威、柯蓝、任重、冯嘉怡、孙谦等人主演的电视剧。许半夏与武建设等人前往北边购买废旧钢材，试中了对方的杀猪盘圈套，定金被骗，生意落空。武建设等人自信倒霉，许半夏却无路可退，放弃就意味着一蹶不振，余生在倾家荡产的还债中度过。相对而言，许半夏在这笔生意上显得用力过猛。其一是100万的身家，一味挪借，想撬动1000多万的大单，步子迈得过大；其二是胃口太大，有喧宾夺主之势，令生意伙伴对他产生不满。一共5万吨的废旧钢材配额，4个人，他一人要拿下15000吨。如此，另外3人连平均数都达不到，裘必正、冯玉等人怎么可能依他？4人中，许半夏属于一个打酱油的，他们碍于情面，分给他一些山水，带他玩而已。有一句话说，合作生意，谁对生意的促成因素大，谁才有话语权。在这件事上，武建设等人对许半夏还是够意思的。同时，由于许半夏的公司体量小，他们亦有一副高高在上的施舍心态。那么，哪个从未说出的秘密，改变许半夏的结局呢？许半夏待在北边，坚决不肯同归，这个做法对不对呢？机会有时候是争取来的，也有时候是等出来的。等待，软磨硬泡，在时间的拖延中，情势发生变化，转机也许就来了。某种意义上说，许半夏的此举也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吧。许半夏赤手打拼，以一个小姑娘的年纪，于几年间打拼出一个100万体量的公司，靠的就是她的这种没有机会、勇于创造机会的个性吧。但这并不是那个从未说出的秘密，这个秘密与赵磊有关。赵磊为什么会对许半夏轻言有加呢？在武建设、裘必正、冯玉等人中，无论与谁合作，他的投资都更稳妥，更有胜算。在酒宴上，许半夏歪打正着，将1瓶酒全喝了。赵磊因此看到了他的实诚，但这只是一个由头，却不是关键因素。许半夏给赵磊勾勒出一幅美妙的商业蓝图，这仍然不足以打动赵磊。给赵磊画饼的人可多了去。许半夏让出这笔生意的厚利，令赵磊跃跃欲试，但还是不够。得知这笔生意落空，赵磊接到许半夏的电话，第一句话就是：“你快点给我回来。和生意相比，你的命更重要。1000多万我亏得起。”由此可见，他也不完全是冲着赚钱才投资给许半夏。那么究竟是什么呢？与许半夏出事之后，赵磊给他打过2次电话，一次询问这笔5万吨的生意可不可靠，一次是发现许半夏资金紧张，主动联系了他。这2次来电似乎都与生意有关，实际上是借此遮掩真实的动机吧。只听武建设说：“小许啊，你一个姑娘家，年纪也不小了，找对象成家才是你的当务之急。”赵磊的眼睛一亮，顿时向许半夏多望了几眼。而这就是那个从未说出的秘密吧。赵磊其实爱上了许半夏，才对他格外关注，在生意上所多扶持。当他得知许半夏在北边未归，急得什么似的，一边与挑拨离间的裘必正翻脸，一边急吼吼的要许半夏回来，暴露出他爱上许半夏的内心。许半夏在北边硬泡，终于等来了机会，从妮娜舅舅的手中拿到了5万吨的废旧钢材订单。可是资金从何而来呢？赵磊再一次为许半夏冒险，用自己的前途担保，命令手下给许半夏打去2000多万。而这
正是许半夏起死回生的最关键因素之一，从而改变了许半夏的结局。这笔生意的成功，他的公司耗资巨大的堆场、偿还借款等都有了着落，整盘棋因此全活了。那么，赵磊究竟爱上了许半夏的什么呢？美貌不重要，因为以赵磊的条件，从不缺美貌的女子追求。是许半夏敢想敢为的奋斗精神，是他在劣势下的无所畏惧，是他的机敏和一身的智慧倾倒了赵磊。在赵磊看来，只有这样的女子才配得上他，才能与他在激烈的商场竞争中分忧解难，共进退。某种意义上说，赵磊对许半夏的喜欢，是一半真情一半综合性的考量吧，而这又为他俩的感情发展埋下了分歧的伏笔吧。在做生意的手法上，赵磊与武建设等人多少有相似之处，而许半夏坚持的是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2. 风吹半夏这一段戏，观众吐槽太离谱，其实是影响结局的大伏笔。风吹半夏是由赵丽颖、欧豪、李光洁、刘薇、柯蓝、任重、冯佳怡、孙谦等人主演的电视剧。在剧中，哪一段戏太离谱，其实是影响结局的大伏笔呢？一共5万吨配额，许半夏张口要15000吨，算不算离谱呢？不算。如果没有这种敢于争强的个性，许半夏很难在他的处境中脱颖出来，否则亦步亦趋，墨守成规，他永远只能当一个安于现状的小老板。这种敢张口，恰是他最终能实现阶层跃迁的内因之一。从妮娜舅舅处获得5万吨废旧钢材是一个意外，意外中又有必然。这个也不算。武建设等人是商场上的老江湖，去北边找货是有北边的情况信息支撑的，否则怎么可能轻易着到？而这也就是许半夏获得5万吨的必然，只不过是武建设等人没找到恰当的中间人而已。那么哪段戏观众吐槽太离谱呢？为了拿下滩头做堆场，佟骁奇在陈宇宙的指点下，将几车废机油倒入滩头，导致滩头污染。村方妥协，将滩头租给了许半夏。在剧中，佟骁奇开去的几辆货车，有2辆倒在滩头，几人弃之而逃。如此明显的证物，警方顺藤摸瓜，不用多久便能查到佟骁奇的货运场。可是，一晃1年多，佟骁奇等人安然无恙。而这就是令人觉得离谱之处吧。那么，为什么说这是影响结局的一个大伏笔呢？而这就得从许半夏的经商手法上说起。早期的许半夏多少在经商上有些不择手段吧。一是为了筹集100万，利用裘必正与郭启东的矛盾，暗中替他查账，最终导致裘必正吃了哑巴亏，由此裘必正对他心生恨意。裘必正对他没有大恩，却有小惠，他的生意是靠众人拉拔起来的。冯玉有一个外室叫阿宝，许半夏多次替他遮掩，蒙骗冯妻。从冯妻的角度讲，许半夏很不地道吧？要知道，他从冯玉处获得的好处，都是来源于冯妻。在说服赵磊的投资上，许半夏压低价格，将利润全部让给了赵磊。如此，算不算是对武建设等人的背后捅刀呢？5万吨的废旧钢材是武建设联系的，没有武建设，一切无从谈起。而武建设等人做这笔生意，实现利润是最终目标，一边靠人家带他做这笔生意，一边又让人家无利可图，这种做法很不地道吧？由此可见，许半夏早期的做生意手段有颇多的不光彩之处。虽然说5万吨废旧钢材脱手之后，他联系业务，把武建设等人带上了，分给他们7万吨的配额，但还是耍了手段，原因是资金有限，自己一方吃不下。而许半夏最终的转变，与佟骁奇往滩头上倒废机油的这个大伏笔有关。有一句话说，正义之所以能够战胜邪恶，
重要因素之一是邪恶，最终会自取灭亡，也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往滩头上倒废机油，从个体的角度讲，同销其是为了讲义气；从生意的角度讲，是利益了取半夏开堆场。可是这属于讲小义而忘大义，大节有亏。追求个人的利益，不能建立在损害大众利益的基础上。童潇齐迟迟未为这一行为买单，是编剧把买单的结果用戏剧的手法推后了。通过推后来展现许半夏从高处落入低处的心理变化。他遭到郭启东的算计，与他前妻的不仁有关；裘必正对他的报复，与他的不正有关；冯妻对他的反感，与他的不义有关。购回5万吨货，市场大跌，他四面楚歌，并且导致赵磊失业，与他的处处算计有关，遭到反噬。在原著中，因污染滩头，童潇齐东窗事发，2次入监，使许半夏彻底清醒过来了吧，从而开始改变自己，用真情、真心、真诚、真挚打动朋友，用光明磊落的方式经营，最终大获成功。而童潇齐也接受了深刻的教训，这一结果应在剧中的大结局前呈现。风吹半夏是由小说《不得往生》改编，往生极乐是一句佛家语，不得往生是形容一个人作恶不行善，死后不能往生极乐世界，也就是人的一切行为都要以善为依归，善良才是人间正道。以上是笔者根据剧情的分析，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